地震发生时，大楼的高层和低层哪个更加安全？今年年初，我国地震局发布的2019年地震年报显示，2019年中国总共发生了30次5级以上的地震，其中2/3都发生在大陆地区，而90%以上的地震伤亡都是由建筑物破坏造成的。因此，随着楼房高度的不断增加，人们不禁会担忧，地震发生时居民能否及时逃生？低楼层和高楼层相比，哪个更加安全？地震之所以能够破坏建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共振。2020年5月5号，引起广泛关注的虎门大桥抖动事件，就是由气流涡旋的振动频率与桥梁的振动频率一致，二者形成了共振，导致桥面不断晃动。同理，当地震发生时，如果大地的晃动频率与楼房的自振频率接近，也会引起楼房的摆动，并且持续不断的共振会让楼体的摆动幅度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房屋倒塌。那么在大楼倒塌时，它的底部和顶部到底哪个部分更容易遭到破坏呢？答案其实是底部。就像来回晃动一根竹签，它的顶部摆动幅度很大，但是受的力比较小，而底部虽然移动范围有限，却承受着很大的力。观察高层建筑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的剪力分布图，就会发现剪力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减小，因此在建筑高楼时会对底层进行加固设计。但是这并不代表高层就更加安全。首先，地震发生的时间通常只有10秒，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逃出大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其次，如果建筑发生了粉碎性倒塌破坏，那么高层和低层都会面临同样的危险。再者，从高层坠落会产生更大的动能，虽然容易被搜救人员发现，但是生还的概率较低。综上所述，不论是居住在大楼的低层还是高层，在面对地震这种突发性灾难时，我们都应该冷静思考，采取正确的逃生方法。国家对于建筑物的抗震设计有明确标准，它们必须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要求。如果说所有建筑都能够满足行业规范，那么即使是发生大震，高楼也不会倒塌。我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以防被东西砸伤即可，千万不能因为害怕地震而采取极端措施。2013年雅安地震，就有人选择跳窗逃生，结果楼房并没有倒塌，白白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当然，如果地震烈度超过了建筑设计的烈度，或者建筑本身质量存在问题，那么高楼也有可能倒塌。这时，如果居住在高层，不能在短时间内逃离到室外空旷区域，就需要谨记就近躲避4字原则，尽可能躲在倒了以后能形成3角空间的地方，比如桌底、墙角、卫生间等。如果被废墟掩埋，也不要放弃希望，可以通过敲击管道等方式来寻求救援。总之，在经历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相信不论是国家监管部门、房地产建筑商，还是我们每一位普通人，都对地震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天灾面前，纵使人类渺小，但我们也要用知识和力量努力与其对抗。避雷针是如何避雷的？为了避免雷击，建筑物的楼顶会安置避雷针。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屋顶上就设有鱼尾或者龙头的瓦饰，在美观的同时也兼具了避雷的作用。那么避雷针到底是如何避雷的呢？雷雨天气时，空中的带电云层带着负电荷，使得很多高层建筑被感应上大量正电荷，而避雷针的尖端聚集了最多的正电荷，极易与带电云层形成通路，把避雷针连接大地，在触电的瞬间就可以将雷电流泄入大地，从而达到防雷的效果。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避雷针并不是在避雷，恰恰相反，它是在引雷。因此，在国家颁布的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已经摒弃了避雷针这一称呼，而采用接闪杆这一叫法。那么这个巧妙的避雷方法又是谁想出来的呢？他就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为了研究闪电是否放电，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在雷电天气里做了风筝实验，验证了关于闪电的诸多猜想，同时也成功地发明了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避雷针。我们已经知道了避雷针的防雷原理，那么它的保护范围到底有多大呢？这就需要利用滚球法来测量了。让一个一定半径的球体沿建筑物外表滚动，只能接触地面和避雷针。
那么只有球体接触不到的地方才是可以避免雷击的安全区域。最后还想强调一点，避雷针作为一个整体，引雷和泄流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做好泄流工作，则会使整栋建筑陷入更加可怕的触电危险中。这是世界上最圆的球体，它的直径为 93.75 毫米，重量为1000克。将其放大到地球的尺寸，没有凸起的高山，也没有凹进去的海洋，我们顶多只能看到12到15毫米的小波纹。据悉，为了打造它，科学家们耗资千万，费时5年，奔波于多个国家。那么，如此完美的球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首先，这颗球体的成分为硅2+。为了提高纯度，科学家们将前苏联时期提炼铀的离心机搬了出来，得到了含量为 99.9995% 的硅2+。随后，他们将这些提纯后的硅送到了德国的国家计量研究所，在经历了6次失败后，终于制成了10公斤的硅晶体，并把它们送往了澳大利亚的精准光学中心。在那里，光学工程师阿奇姆雷斯纳利用精密的仪器，经过数月的打磨，终于制造出了我们在视频开头看到的误差极小的球体。当然，如此费钱、费时、费力的付出，可不是为了一个噱头，而是要重新定义质量的国际单位千克。但是好好的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呢？这就要从国际千克元气讲起了。1799年，科学家们发现4摄氏度时水的密度最为稳定，因此便将此温度下1立方分米水的质量定义为1000克。与此同时，他们还制作出了一个相应重量的铂金块，并将它的数据记录到了法国科学院的千克档案中，这一用就是90年。1879年，英国的一家公司制造出了3个新的铂1合金砝码，它们的硬度更高，抗氧化性更强，膨胀率也低，很适合静静地放着。于是在1889年，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从3个当中选了质量最接近档案的一颗，并将它定为国际千克元气，也就是俗称的大 K。 而故事到这儿才刚刚开始，为了保证元气的准确性，它的复制品被送到了许多签约国家，每隔40年，这些砝码就要相遇一次，然后比比体重。事实是，再稳定的大 K 也熬不过时间的摧残，经过了100多年，它的质量已经出现了50微克的误差。这在我们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是作为7个基本单位之一，它的不准不仅会影响尖端科学的精准度量，也连带着许多单位遭殃。因此，科学家们必须重新定义千克，且最好不利用实物定义。于是就有人想到了硅球方案，即数出单晶硅球中的硅原子个数。因为硅的晶格排列非常规律，原子量和总质量都是确定的，所以只需要算出1000克硅球中到底有多少个硅原子，就能重新定义质量的国际单位了。但很可惜，这一方案并没有得到国际计量委员会的认可。一些计量学家认为，这只不过是用一个有问题的物理标准取代了另一个有问题的物理标准。最终，在2018年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上，普朗克常数被用来重新定义千克。不过，这也不是说硅球就派不上用场了。一旦数出了硅原子的数量，便能计算出阿伏加德罗常数，而这也是校准普朗克常数的一种方法。因此，这颗球虽然不能定义千克，却可以检查千克的定义是否准确，也算是帮上忙了。稀土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压制美国的一张王牌？稀土其实并不是土，而是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包括了元素周期表中的镧系元素以及抗、乙2种元素。因为18世纪发现的稀土矿物资源很少，再加上只能制备出少量不溶于水的氧化物，所以历史上习惯称之为稀土。人们根据原子序数和质量的不同，将稀土划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把它们添加进不同的材料中，可以制造出性能各异、种类繁多的新型材料。上世纪60年代，稀土中的金属元素铀就引发了一场彩电革命。人们发现将铀掺杂进彩电的红色荧光粉中，可以大大提升其亮度和鲜艳程度。紧接着，到了70年代，稀土开始取代硅酸铝，成为石油烈化过程中的催化剂。
同时，面对1973年和1978年连续2次的石油危机，汽车生产商渴望研制出更加轻便的发动机，以节省油耗。铝磁铁的出现无疑帮了人们一个大忙。它是由铁、硼和稀土元素铝混合制成，是现如今磁性最强的永久磁铁，被广泛应用于电机、扬声器、磁盘、磁共振等设备当中。除此之外，轻稀土还在冶金、陶瓷、玻璃等行业发光发热，而重稀土则主攻高精尖科技，应用在激光、超导体和核工业等领域。其实，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就提到了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足以证明稀土资源在中国的地位之重。直到今天，它也依旧被认为是中国压制美国的一张王牌。那么，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稀土储量，我国具有开采价值的稀土占全球的 23% 左右，尖端科技所需要的重稀土储量更是达到了全球储量的 90%。面对如此丰富的稀土资源，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徐光宪院士的带领下，科学家们成功研制出了稀土的分离提纯技术。伴随着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江西赣南等地区的稀土矿区的成立，一套完整的稀土产业链也逐步成型。目前，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因此综合了储量和技术2大优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承担着全球稀土供应的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大量开采和出口稀土，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第一，价格暴跌。从1990年到2005年，我国的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但是平均价格只有初期价格的 64%。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国内企业只能开采更多的稀土，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第二，环境污染。大肆的开采不仅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加工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也污染着周边的环境。2011年，江西省稀土企业的总利润达到了65亿，但是要想恢复矿区的生态环境，则需要投入380亿元进行治理。第三，储量跟不上需求。我国以 23% 的储量承担着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供应，资源的大量外流很可能会导致我国自顾不暇。因此，为了避免企业的无节制开采，国家采取了限额开采、联合机制等一系列措施，这也直接导致了稀土价格的回升。2015年，迫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压力，中国取消了对稀土的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国稀土行业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储备稀土资源，转而进口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稀土矿产，并利用先进的提纯技术加工后再加价出口。由此，喜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我国不仅仅是最大的稀土出口国，更成为了最大的稀土进口国。综上所述，也不难看出，面临种种危机，中国稀土之所以还能够压制美国，依赖的并不是储量的多少，而是先进的提纯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为什么用剪刀可以剪开玻璃？先来看一位外国网友做的实验，准备好一盆水，然后拿出一块形状并不规则的玻璃，接下来把它放到水中，用剪刀剪。出乎意料的是，剪刀真的能将玻璃剪开，并且还可以剪出想要的形状。可是按理来说，想要玻璃破碎需要大力猛砸，而想要精准切割，通常会使用比玻璃还硬的钻石。那么一把小小的剪刀为什么能控制水中玻璃的断裂呢？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就要先明白玻璃的组成结构。以石英玻璃为例，它是由一个个小的二氧化硅四面体结构串联起来的网状构造，即4个顶点是氧原子，中间包裹着一个硅原子，它们之间由硅氧共价键紧密连接着。但是当玻璃泡在水中，网状构造又遭到剪刀破坏时，硅原子就很容易受到氢氧根的吸引，从而形成新的共价键。这个过程也被称为玻璃的水解。据美国能源部的材料化学家特里米哈尔斯克介绍，氢氧根的水解作用可以使玻璃破裂所需的能量减少20倍。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在水中剪开玻璃了。其实这个化学反应早有应用，例如玻璃工人在切割玻璃时，会将水涂抹在刻刀划过的玻璃面上，使其更易折断。眼镜店在打磨镜片时，也会不停地喷水，不仅是为了冲走玻璃渣，也可以让玻璃更易打磨。但是并不是所有玻璃都能在水中剪断，水中剪切的效果也比不上在空气中切割，因此水中剪玻璃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而将水做成刀却是一项喜闻乐见的切割工艺。水刀学名叫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将水加压到300兆帕到500兆帕，然后通过 0.05 毫米的喷嘴喷射出来，从而形成800到1000米每秒的高速水流。利用这股极强的能量，就可以切割软性材料。如果再向水中加入适量的磨料，则几乎所有软硬材料来者不拒，通通切断。就连自然界中天然存在最坚硬的物质金刚石，面对超强水刀也只有认怂的命。不仅如此，水刀还是一项冷态切割技术，即材料不会发生热效应，所以说也可以用其切割煤气罐、炸弹等危险物品。当然，面对如此高速的水流，害怕的不仅是被切割的材料，也有切割机本身。例如，喷嘴就是水刀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因此，通常会将硬度极高的宝石放置在喷嘴中心，以达到减少磨损、及时散热的目的。混沌摆是什么？看过《钢铁侠2》的人一定对这个摆件留有印象。它由一个普通的支架和2根长短不同的铁杆构成，铁杆之间相互连接，却又各自摆动着，显得自由随意。那么，这个一度让钢铁侠有点烦躁的神奇摆件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Swing Stick， 是混沌摆的一种。在我国古代，常用混沌来形容开天辟地之前宇宙模糊一团的状态，而在科学领域中，它也特指一种独特的运动状态，即确定性动力学系统因为初之敏感而表现出的不可预测的类似随机的运动。这个定义听起来有些复杂，于是乎混沌摆应用而生，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研究混沌系统的运动规律。其中最为简单的混沌摆模型是双摆动力系统。双摆顾名思义，就是把2个摆极连接在一起的摆动装置。国外曾有人做过一个夜光双摆实验，可以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双摆的运动过程。首先将背景板涂满感光颜料，然后在摆杆末端安装一个小灯泡，如此一来，只需要在黑暗环境中触发双摆系统，便可以观察到摆杆的运动轨迹了。随着金属杆的来回摇摆，绿色痕迹逐渐遍布整个背景板，仿佛一位潇洒的画家在肆意挥墨。只是这位画家的画笔不过是从1节变成2节而已，为什么会和其他的摆动系统差距如此之大呢？单摆是最为常见的摆动系统，不论是钟表店里一直晃动的大摆钟，还是小铁球来回碰撞的牛顿摆，又或者高低不同、曲线优美的蛇摆，归根结底都是由一个个小的单摆组合而成。但是，一旦加入了其他摆级，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每一个摆在自身运动的同时，也影响着其他摆的运动，综合起来，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混沌无序、变幻莫测。而除了运动起来毫无规律之外，混沌摆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特点，它对初值异常的敏感，甚至人手操作的误差也会导致无法实现2次完全相同的摆动。也就是说，输入端微小的差别能够迅速放大到输出端，变成压倒一切的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大家熟知的蝴蝶效应便是如此，小小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最后回到混沌摆装置本身，人类当然按耐不住各种奇思妙想，不仅制作了3摆系统、4摆系统，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趣的改进，比如用金属圆盘代替金属杆，将固定点移至摆杆的中间位置，2端再分别连接一个摆杆，利用随机无序的运动轨迹制作艺术作品等等。而除了这些真实的挑战和尝试，还有人提出了一些疯狂的想法，
游乐园的海盗船似乎还不够刺激，可不可以研发出类似于混沌摆的娱乐设施呢？把金属滴在锁上，徒手就能掰开；把它涂抹在球拍上，球杆会自动断裂。如果不小心把它倒在手机上，这嘎嘣脆的声音着实让人心疼。那么，这个可怕的金属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能腐蚀其他的金属呢？镓是一种熔点只有 29.76 度的金属，把它放在手心一段时间就可以变成液体。将它制作成勺子，还能够看到边搅拌热水边融化的神奇现象。等到镓完全变成液体后，就可以用针筒收集起来，做一些有趣的实验。一、脆弱的铝，在易拉罐的表面滴上一滴镓，然后用小刀刮几下瓶身，破坏掉原有的氧化铝保护层。等待1天后再观察易拉罐，能明显看到它被腐蚀的痕迹。这时用手指轻轻一戳，就能够轻松地穿过瓶身。原本延展性极强的铝变得不堪一击，就好像风化后的窗户纸一样。究其原理，并不是两种金属发生了化学反应，而是和它们的微观结构息息相关。不同的金属晶体结构有所不同，有立方的、正交的、四方的、菱面体等等。对于实业实固的镓来说，它的房屋户型就有些乱了。虽然是正交结构，但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金属中少见的共价键，这让金属镓的结构变得不那么紧密。一旦加热，松垮的共价键就会不断的扭曲变形，金属镓也就变成了一滩银色的液体。而铝的结构与镓相比，虽然规整了许多，但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原子与原子间的缝隙较大，这就给了镓可乘之机。于是乎，原来紧密相连的铝就变成了松散连接的铝镓。二、扭曲的镓，用热硫酸融化金属镓，然后向里面滴入重铬酸钾溶液，二者会发生剧烈反应，生成的物质会改变镓的表面张力，因此就能看到不断扭动的银色液体了。三、做一面镓镜子。细心的小伙伴在前面的实验中或许会观察到一个细节，不论是放在手上还是放在小瓷碗中，镓都会浸润在上面，并留下灰色的痕迹。利用这个特性，就有人将液体镓涂满了整张玻璃，最后把玻璃反过来，就得到了一面酷炫的镓镜子。这也告诉我们，镓是不能储存在玻璃瓶中的，并且液态的镓密度是高于固态镓的，也就是说凝固后的镓体积会膨胀，所以如果你把液态镓倒满一个玻璃瓶，时间长了就能听到咔嚓一声撑裂的声音。人工降雨是如何实现的？我们生存的地球，其表面积 71% 为水所覆盖。地球表面的水经过太阳照射后形成水蒸气，水蒸气伴随着上升气流来到高空，遇冷后凝结为小水滴。这些小水滴体积小，重量轻，聚在一起形成云滴。又由于云滴之间不停发生碰撞，体积不断变大。当云滴的体积和重量大到空气无法承受时，就形成了降雨。那么，人工降雨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人工降雨技术根据不同云层的物理特性，在合适的时机借助高炮、飞机、火箭向云中播撒催化剂，或者在地面布置燃烧炉，通过自然的上升气流将催化剂送入云中。云层中云滴在催化剂的催化下迅速增大，形成雨滴降落到地面，以达到降雨的目的。人工降雨有不同的作业方法，如果采用冷云降水的方式，就需要使用飞机等播撒干冰、碘化银等催化剂，促使冷云上方冰晶密度增大，从而产生降雨。而想要使0度以上的暖云降水，可以在云中播撒盐粉、尿素等吸湿性粒子，促使雨滴的形成。那么一次人工降雨的费用是多少？一枚人工降雨火箭价值在2000到4000元，发射人工降雨火箭发射架价值在20万元左右，再加上运输费、押送费、保管费、发射费等，发射前还需要进行数据分析、GPS 定位等间接投入，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干旱都可以通过人工降雨解决。
目前的技术只能实现人工降雨，还不能实现人工造雨。只有在云层本身已经降水或者即将降水的情况下，人工干预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降雨前对降雨效果的预测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最早实现人工降雨是在1958年，对当时的吉林省面临60年未曾遇到的大旱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从最初的试验到如今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人工降雨已经成为我国抗击旱灾的主要方式之一。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耕耘播雨不再只是神话。这是一盘蓖麻油，中间是一些轴承钢珠。如果把电源负极连接在周围的一圈金属环上，电源正极耷拉在钢珠上方，然后开启2万伏的高压电，你猜会发生什么呢？很快，几个钢珠小队就从中心出发，沿着不同的方向比赛前行。在此过程中，偶尔会有人跑偏，在加速镜头下，图案瞬间复杂了起来，不同的路径触碰又分开。在特写镜头下，这些滚珠链条就好像微生物一样，边摇头晃脑边扩充自己的身体。反之，如果将钢珠移动到培养皿四周，然后再通上电，同样能看到一棵棵钢珠树成长起来。这就是神奇的自组织现象。2016年，在斯坦福大学发布这条视频后，不少实验爱好者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把正极放在迷宫的入口处，负极放在迷宫的出口处。虽然说整个场面有些混乱，但最后钢珠还是成功的抵达了终点。再比如利用铁屑来代替珠子，虽然效果很微弱，但还是能看到抖动分支的细线。其实这背后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以放在中间的钢珠为例，通上电后，钢珠在短时间内都带上了正电荷，会有斥力。与此同时，金属环上的负极会有引力，高电压迫使着钢珠尽快的分形，以找到最具导电性的通路。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没有规律的，就好像雷击纹一样，滚珠的运动轨迹和从中央电极辐射出的电场线有关。那既然提到了雷击纹，我们不妨来看几张照片。这些密密麻麻的像枝叶一样的图案来自于一群特别的人，被雷劈过，即闪电的超高电压通过身体时血管破裂留下的痕迹，也被称作利希滕贝格图腾。因为在1777年，德国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最早记录了这种图案。后来在2009年，美国雕刻学家波特·赫克曼将它带进了艺术世界。他用500万伏的粒子加速器轰击玻璃板，一瞬间闪电就被捕捉到了玻璃板里。现在大家更熟悉的是通电木纹，因为木头的导电性很差，所以要先在上面抹一层苏打水，然后再在木头的两端通上高压电。很快表面升温，电解液沸腾，随着木材的燃烧留下了一道道的闪电痕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都要用到高压电，非常危险，一定不要随意尝试。多米诺效应是什么？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多米诺大师都会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将各式各样的多米诺骨牌展现在人们面前。其实这种有趣的文化最早起源于北宋时期，后来被一位叫做多米诺的意大利传教士带往了欧洲。他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将骨牌按照一定间距排列整齐，轻轻地推动一块骨牌，就可以使剩下的骨牌依次倒下。而这种由微弱力量引发的连锁效应被人们称为多米诺效应。那么思考一下背后的原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推力就能引发多米诺效应呢？当骨牌竖直摆放时，它的重心较高，而在倾斜倒下时，重心也逐渐降低。在此过程中，第一张骨牌的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并传递给了第二张骨牌。当第二张骨牌倒下时，它会将传递得来的动能和自身势能转化的动能一起转移给第三张骨牌，如此重复下去。后面一张牌的动能总是大于前面一张牌，由此随着推导力量的依次增大，骨牌倒下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而这当中的能量传递不仅存在于大小一致的多米诺骨牌中，它对大小不一的骨牌也同样适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 A. 怀特海德就曾制作13块不同的多米诺骨牌，后一块的体积比前一块扩大 1.5 倍。据统计，第13块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比第一块足足扩大了2000多倍。
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教授能够继续制作骨牌，那么推倒美国的帝国大厦也不是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由多米诺效应引发的惨案。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中，世贸中心姊妹楼遇袭2小时后突然倒塌。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一位土木工程学教授认为，撞击产生的大火使一些楼层开始垮塌，而沉重的水泥地板一旦砸向另一层，就会引发多米诺效应，层层相砸，最终导致整个大楼轰然倒塌。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验，把一根筷子插进一瓶蜂蜜中，然后把二者分开。这时仔细观察落下的蜂蜜，它就好像一根细长的绳子，不需要人工整理，便可以自动地缠绕起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人乔治·巴恩斯和理查德·伍德科克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对它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还撰写了一篇论文。于是这个神奇的生活现象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卷绳效应。与粘稠的蜂蜜不同，轻轻打开水龙头，水流会缓缓地落下，但它们并不会堆积，而是在撞击池子底部后迅速地铺成了一个平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我们都知道，水是一种粘稠度很小的液体，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不大，所以铺开的过程非常迅速。而蜂蜜分子间的吸引力较大，这使得刚触及平面的液体还没有来得及散开，新的液体又落了下来。如此一来，在液体堆积的部分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圆柱形结构。而在不同的高度，圆柱受到的重力、惯性力和粘滞力不同，呈现的弯曲状态也会有所差异。当下落高度只有4到8毫米时，粘滞力要远远大于重力和惯性力。这时叶绳就像我们平时挤出的洗发水一样，几乎没有缠绕现象。当高度升至 1.5 到7厘米时，重力就开始成为影响因素。这时我们可以将叶绳分为上方较长的尾部和下方较短的缠绕部分。在尾部，重力与抵抗拉伸的粘滞力相平衡，而在盘绕部分，重力又与抵抗弯曲的粘滞力相平衡。当高度在7到12厘米时，叶绳的尾部就开启了来回晃动的钟摆模式。最后，当高度大于15厘米时，叶绳的尾部与盘绕部分几乎垂直，蜂蜜会层层堆叠。这时，在螺旋结构的内部，惯性力已经完全平衡掉了抵抗弯曲的粘滞力。当然，如果你的手边没有蜂蜜，也可以用其他的粘稠液体试试，说不定会得到更为复杂的盘绕结构哦。弓箭手悖论是什么？上世纪30年代，人们在射箭运动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即普通人下意识地认为射箭时就应该把箭对准目标，而实际情况却是，弓箭手搭在弦上的箭是偏向一侧的，箭在射出后不但不会跑偏，还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反倒将箭瞄准目标射击就一定会打偏。这种神奇的现象被称为弓箭手悖论。为了探寻这背后的原因，1938年，被誉为科学弓箭术之父的克拉伦斯·恩希克曼用高速摄影机拍下了手撒开后箭的飞行过程。慢放后就会看到令人震惊的画面，箭并不像我们常说的笔直地飞出去，而是像鱼一般游动着前进。那么问题来了，箭为什么会发生弯曲？弓箭手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弯曲来射中目标的呢？首先，弓箭手使用的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坚硬无比，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在用力拉弓时，箭身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形变。松手放箭的瞬间，箭尾首先感受到了来自弓弦的强大推力，这股能量会顺着箭身向前传递。一旦箭变形到了特定程度，它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回弹。因此，在慢镜头下观察，就会发现箭身在左右扭动着前进。专业领域中，人们通常会用挠度一词来表示箭杆的抗压程度。弓箭手在使用同一支弓时，如果箭的挠度不同，那么游动的频率和幅度都会不同。所以，选择一支挠度合适的箭，可以让箭杆恰好在向外弯曲到最大程度时经过弓把，这样就避免了二者之间的摩擦和碰撞。虽然说箭在发射时可以绕过弓把，但是该如何让摇头晃脑的它射中目标呢？其实，在箭来回摆动的过程中，箭身上有2个点是始终保持不动的，
这2个点就是波节。只要把波节连线的延长线对准最终的目标，那么就能够射中。如果说箭的摆动和波节的位置取决于箭的挠度、质量分布以及弓的张弓拉力和拉距等等，那么预判这2个波节的位置就只能靠弓箭手的技术和经验了。不过在了解了弓箭手悖论产生的原因后，传统的弓箭也被逐渐改良，例如复合弓弓柄的中间位置凸起到了一侧，如此一来，箭就能够对准目标直直地射出，不用再考虑弓箭手悖论了。其次，在放置箭身的地方还可以安装一个跌落箭台，这样在箭发射的瞬间，箭台就会随即跌落，它能很大程度上的减小2者之间的干扰，有一种凌空出箭的感觉。但是观察高速摄影下的射箭过程，你就会发现，即使没有了复杂难搞的弓箭手悖论，还少了许多摩擦力的影响，箭依旧会弯曲前行，只不过不再是左右摆动了，而是变成了上下摆动。一张纸最多可以对折几次？一张普通 A4 纸的厚度大约为 0.1 毫米，面积为210毫米乘以297毫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每将 A4 纸对折一次，纸张的厚度就会增加为原来的1倍，而面积会减少为原来的1半。生活中，一张 A4 纸最多可以对折7次，折叠后纸张层数为128层，也就是256页。这个厚度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当对折第8次的时候，这就好比把一本书对折， A4 纸已经很难再对折下去。若在理想情况下，将纸张对折42次，折叠后纸张厚度可达42万公里。这个厚度已经超过了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 38.4 万公里。将纸张折叠103次，已经超过930亿光年，足以突破目前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当纸张同向对折时，排除对折过程中纸的反抗张力影响、纸的厚度影响外，一张纸能对折多少次，最关键的是取决于纸的长度。如果把纸张反向对折，则需要更大长度的纸。一张长1100米、厚度为 0.07 毫米的新闻纸，最多可以对折11次。200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马克中学的师生们用长度为4公里的厕纸对折了13次，创造了纸张对折最多次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分享一组有趣的数字。即使是再渺小的进步，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大收获。而每天退步一丁点儿，日进月累，可至深渊。扁扁的金属外壳中装着2个齿轮，它们大小相同，啮合在一起，在齿轮的后方还连接着一个马达。通上电后，我们能看到2个齿轮快速地旋转起来，听起来嗡嗡的。而把它放进水里，竟然能像水泵一般将液体喷射到高处。这是什么原理呢？原来它的名字就叫齿轮泵，其中主动齿轮连接着马达，被动齿轮则跟随着一起转动，二者的方向刚好相反。当主动齿轮逆时针旋转时，右侧的轮齿处于一种逐渐分开的状态，这就让密闭工作区的面积不断增大，形成了部分真空。因为油箱的另一面接触的是外界大气压，所以在压力差的作用下，油就可以通过油管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吸油腔内。与此同时，随着齿轮的转动，油又被带到了左侧的压油区。在这里，轮齿是逐渐啮合的，密闭容积会不断减小，油便自然而然地被挤了出去。在此过程中，为了让齿轮平稳转动，它们的重叠系数要大于1，也就是说，在前一对啮合轮齿尚未分开时，下一对已经进入到了啮合状态。这就使得轮齿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小的封闭空间，它的面积会随着齿轮的转动发生变化，而这也带来了一些危害。比如，当闭死面积由小变大时，会出现气蚀和噪声。从这段视频中，我们能明显看到液体中翻滚的一连串的小气泡，要知道它们的威力可不容小觑。1902年，一艘名为眼镜蛇号的英国驱逐舰下水试航，仅仅过去了12小时，人们便发现军舰的航行速度开始下降，噪音也越来越大。经过检查，工程师们发现螺旋桨表面已经被腐蚀得凹凸不平。好在
针对齿轮泵，设计师们已经想到了一些解决办法，比如在它的前后盖板或者浮动轴套上开泄合槽。顾名思义，就是在两个腔体不互通的前提下，给了封闭液体一个缓冲空间，在闭死容积减小时，通过左边的泄合槽流到压油腔里，而等到容积增大时，再通过右边的泄合槽流到吸油腔里。微软为什么要把服务器放在海底？2018年6月，微软公司将一架装有864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原型机沉放进苏格兰奥克尼岛附近的海底深处。此举一出，便震惊众人。为什么微软要把服务器这种电子产品放进大海里呢？首先是成本问题。据统计，全球数据中心每年消耗的电量占全球总电量的 2% 左右，而其中的能源消耗成本是整个 IT 行业的 30% 到 50%。因此，如何降低服务器的降温成本，成为了各大互联网公司不断思考的问题。Facebook 位于瑞典吕勒奥的数据中心，距离北极圈不到70公里，这里常年低温，可以将冷空气吸入散热。阿里巴巴位于杭州千岛湖的数据中心，这里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可以利用深层湖水的循环流动，帮助服务器降温。腾讯位于贵州贵安的数据中心，这里有5条山洞，隧道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安全隐蔽且温度较低。微软更是脑洞大开，直接将服务器沉到了海底，想要利用海洋的自然冷却能力，打造一个绿色节能的海底数据中心。当然，除了成本问题，距离问题也同样重要。目前，全球1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60千米的范围之内。试想一下，如果将数据中心放置在沿海城市附近的水域中，数据传送的物理距离将会大大缩短，我们的网络速度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基于以上2大优势，早在2014年8月，微软就正式启动了 NetHIC 项目，并于2015年8月和2018年6月先后2次将原型机沉入海底，以测试海底数据中心的可行性。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微软真的可以实现节能又环保的海底数据中心，那么受益最大的将不只是整个信息技术产业，更是我们身处在互联网时代的每一个人。